注意看，面对这辆卡车，阿 Sir 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这势大力沉的一击，纵使这个大块头也差点没扛住。眼看老哥救车成功，阿 Sir 爆发出了杀气，吃了亏的老哥这次主动发力，但却依旧没能占到便宜。看来两人的实力有着明显的差异。如此不利的局势，老哥还能否完成逃逸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华盛顿州皮尔斯县的阿 Sir 正在追捕一辆被盗的卡车，如此大的块头，目标非常明显。于是多位阿 Sir 分工明确，已经有队友在前方设伏，坐等老哥自投罗网。来了，队友所选的位置非常刁钻，但他还是低估了老哥的灵活程度，只是轻松一流便成功避开了破胎器。这操作很完美，但经验丰富的阿 Sir 确实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能够如此灵活的操作，说明这辆车是空的，没有装东西的话，那这个大块头就是外强中干。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，阿 Sir 准备尝试一波，调整好姿势后，一脚油门上去就是一个贴贴。这一下并没有使出多大力气，却是给老哥摇得七荤八素。很明显，阿 Sir 的猜想得到了印证，这辆车轻飘飘的，加上重心过高，所以极其不稳，这让阿 Sir 更加有信心，所以便再次靠近。但没想到这一次老哥主动出击，一个神龙摆尾，却是差点将自己送走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位老哥的控车能力不错，而且非常敢操作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怎么说。这老哥要是放在其他地方也算是人中龙凤，但面对6线阿 Sir， 只怕是凶多吉少。话音未落，阿 Sir 已经调整到右边等候多时，趁老哥封路之前上去就是一个贴贴。俗话说得好，事不过三。这一次老哥来不及救车，最终翻进了沟里。好家伙，从发现老哥的破绽到结束这场对决，全程只花了1分多钟，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效。这说一行之隔宛如天堑，还真就不是开玩笑的。而更猛的是，这位酷似阿汤哥的阿 Sir 在队友还没赶来之时，就第一时间深入，直接撵探草丛，将车里的2位老哥给控制住。敏锐的洞察力、强悍的车技，再加上过人的胆识，这位阿 Sir 6星大佬的实力毋庸置疑。直到他拿下老哥近1分钟后，队友的支援才缓缓赶来，在多人协助之下，终于将车里的2位老哥救出。至此，这起事件以阿 Sir 神速破案而结束。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，车找回来了，是时候通知车主来拿车了。坏消息，车不仅睡在了沟里，而且还开始冒烟了。最终，这位42岁的老哥被指控持有赃物、拒捕和袭警等多样罪名，彻底失去了自己最后的自由。知道大家还没看够，别着急，让我们有请第2位老哥。我们将地点从华盛顿州换到佐治亚州，而这一次的对手同样是一辆卡车。这位名叫恩尼斯的阿 Sir 接到了队友的求助，队友说发现了一辆疑似被盗的轻型货车，让阿 Sir 跟上查看一番。靠近一看才发现，这家伙连车牌都没有，于是立刻打开氛围灯，叫这老哥靠边停车，接受检查。面对身后3辆氛围灯围追堵截，老哥非但没有打算停车，甚至还用加速来回应，这是仗着自己块头大。阿 Sir 不敢上去贴贴，看来他是完全没有吸收上一位老哥的教训。在越过车流之后，阿 Sir 便第一时间去到老哥的右侧，从这个走位就能看出来，他已经对老哥有了贴贴的想法，而选择在右侧找机会也是非常明智。老哥这辆车重心过高，如果从左侧贴贴，容易冲过中间的隔离带，撞到对面的 NPC， 所以从右侧动手是最好的选择。不过思路虽然清晰了，但操作起来可没有那么容易。且不说路上不断的出现 NPC， 但是这位老哥的走位也叫阿 Sir 很难抓住机会。很明显，他对阿 Sir 时刻进行着防备，看来短时间里阿 Sir 很难将他击溃。而和上一位老哥相比，这位老哥的车明显有所不同，不仅看上去更加厚重，悬挂也是大幅度下压，看来车里没少装东西。而且阿 Sir 开的还是道奇充电器，底盘太低，防撞梁还没人家轮胎高，想要贴贴制胜，只怕并没有那么轻松。趁着2人僵持之际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怎么说。好，有这个大块头的加持，老哥已经达到了5星，哪怕面对3位阿 Sir 也能斗得旗鼓相当。此刻老哥的车速大约在110公里左右，这个速度跑起来不算快，但只有撞到的时候才知道有多厉害。几位阿 Sir 氛围灯全开，生怕 NPC 出现的意外，这下倒是给老哥扫清了障碍。车流纷纷主动靠边，老哥的车速则是越来越快。对决已经开始了3分多钟，别说将这位老哥给打败，就连一个贴贴的机会都不存在。眼看一直这样拖下去，不得跑到天黑，恩尼斯便开始和身后的几位阿 Sir 讨论了起来。这样一直拖下去，风险只会越来越大，还是得赶紧找机会截停。正好前方车流变少，道路宽敞了起来。可阿 Sir 刚准备靠近，老哥便朝右侧挤了过来。看来老哥也发现了，这阿 Sir 大概率会从右侧进攻，所以只需要守住一边就可以一点机会不给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身后的2位阿 Sir 不能像面对普通车型那般只替补不发力了，必须要有人配合才能找到这老哥的破绽。正当僵持之际，前方突然金光一闪，好家伙，居然是庙界的钱币按摩仪，按摩、热敷、艾灸、腰靠4合1，还是钱币配中国结，团圆健康发！阿 Sir 捡到笑开花，升级4头按摩，按得广还到位，跷跷板按摩头贴腰，猫爪按摩头按骨缝，边逃边按，酸痛全清空，正反双面热敷墙，加片艾草驱寒顶呱呱。要我说，就该趁年货节整一个，舒缓酸痛。
动，促进循环，矫正坐姿，改善体态。不用的时候就是腰靠，稳稳托腰不费力。给爸妈也带一个正好，他们年纪大了，腰肌易疲劳，用妙键按能好很多。3种模式无限设计，肩腰腿背都能按，天能暖腰暖腿。坐着艾灸很实用，钱币造型，喜庆吉祥，礼盒包装大方有面，送了包管父母乐哈哈。现在年货节领券，抄底入手实在香，还送艾草片和红包，1年以换代修，2年质保，大家放心入。这时前方车流变少，发现机会的阿 Sa 果断向右边换车道，与此同时示意队友同时行动。虽然慢了一拍，但队友也是立刻向左，突然2色同时进攻，让老哥一时间不知该如何防守。而且左边这个新加入的家伙明显更加激进，直接和老哥持平，仿佛随时都会上来贴。对此老哥很快便有了应对之策，只见他不断的向左靠近，这是准备将阿 Sa 强行逼退。块头大的底气在这一刻发挥出来了作用，这个角度要是碰上了，吃亏的肯定是道具充电器。而在一次次的试探之中，老哥终于占据了上风，将阿 Sa 逼退，短时间稳定了下来。等等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皮卡拉房车居然比老哥的卡车还要大，这块头简直是堪比半挂。回到老哥这边，阿 Sa 可以失误很多次，但老哥却需要次次成功。前方才刚有一点空档，2位阿 Sa 便同时逼近，如同左右护法一般对老哥进行夹击。猜不透哪一侧的阿 Sa 会率先进攻，老哥只能加快车速，希望能快点混入车流之中。可比速度，他又怎么会是道奇充电器的对手？右侧的阿 Sa 步步逼近，左侧的阿 Sa 虎视眈眈，根本猜不透哪一位阿 Sa 会动手。这一时间叫老哥有些左右为难，内心的压力更是直接拉满，只能祈祷自己的块头够大，阿 Sa 不敢贴。阿 Sa 要是知道了老哥这个想法，只怕是会笑出声来。在陪跑了许久之后，阿 Sa 发现老哥这辆车的尾部应该是为了方便装卸做了一个向下的造型，而他车身的高度刚好可以勉强够到这个地方，大约只有30厘米的受力点。尽管容错率比较低，但恰好前方没有了 NPC， 跟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时机，管不了那么多3721。阿 Sa 对准目标，上去就是一个 PIT， 这一下不仅准确的撞到了唯一的受力点，还卡进了车底，将老哥的车给顶了起来。一侧的后轮失去了抓地力，整个车身失控，撞上了右侧的护栏，最终因为重心过高而翻车。本来是想尝试一下，没想到打出了暴击。我们再从后车的视角完整的看一次。这看似轻轻一顶，却是4两拨千斤，强大的惯性没给老哥留半点救车的余地，而附近没有任何车流，简直是堪称完美。虽然过程中拉扯了许久，但最终这个大块头被阿 Sa 一招制服。不过从旋转的表现来看，这辆车应该也是空车，不然不会这么轻易的被放倒在地。为了将老哥拽出来，阿 Sa 们开始了轮番表演。这玩意儿在贴的时候防御力可没这么高，几位阿 Sa 轮番接力，才终于将前挡打开一个缺口，把老哥给拽了出来。就这样，面对2起轻型卡车，阿 Sa 都已完胜交卷。看来块头大虽然强，但走掉的概率并不高。兄弟们在选车的时候，还是要以动力和操控优先。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